我计划出差1年，临走前，未婚妻让我把刚装修好的别墅钥匙给她，说好每个月转我1块钱当做租金，我笑着答应了。生意进展意外顺利，我半年不到就回了国，打算给她一个意外惊喜，于是没有提前通知。去，我家别墅自住的，不卖。这是我买的别墅，没错。还不走？我叫保安了。喂，我们这里是高档别墅区，外人不能随意逗留。我姓常，是这房子的业主。不可能，季先生都住这儿半年了，而且物业处登记的业主名字只有他和苏小姐。程然，你怎么回来了？苏姐，你回来了。苏沐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程然，给你介绍一下，季北川，我中大的学弟，初到江城还没找到工作，所以我让他先住这儿。一住就住了半年，没这么久，顶多2、3个月而已。程哥，刚才真是对不住，没认出您来，都是我的错。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放在心上。这块腕表是去年苏沐言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刷的是我的卡，照顾到别墅里来了，还照顾到把我的名字从物业登记上抹掉。哎呀，程哥，您看这事儿闹的，都怪我粗心。上个月物业来更新信息，苏姐刚好不在家，从心理学上说，我就顺手填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这是说谎的典型表现。而且，他居然称呼苏沐言为苏姐。我千里迢迢赶回来，刚下飞机，不打算请我进去坐坐？程然，要不还是改天吧。北川，别误会，北川偶尔会带女朋友回来过夜。是啊，程哥，我女朋友上周来过，苏姐人特别好，不仅让我住这儿，还同意我带朋友来玩。那是我们约定明年举行婚礼的马尔代夫可可岛沙滩。程然，你听我解释，上个月公司临时安排去马尔代夫见法国客户，北川正好精通法语，所以我就把他带上当翻译。这张照片是见完客户后拍的。我记得，你自己不就是法语专业？程哥，您别怪苏姐，她本来不想带我去的，是我死皮赖脸求她说想见见世面。是吗？那照片里的沙滩怎么和我之前订的婚礼场地一模一样？那只是巧合，马尔代夫的沙滩都长得差不多。我送你的订婚戒指。我最近在学做家务，怕弄丢戒指，所以收起来了。我肚子饿了，我去做饭，马上就好。恍然间有种错觉，好像他们才是这个别墅的主人，而我只是个客人。想起订婚那天，他曾对我说：“程然，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无论婚前还是婚后，我绝不会做家务，你要宠我一辈子。”这几个月都是他做饭给我吃。是啊，苏姐特别照顾我，每天变着花样做菜，说我一个人在外不容易，我很感动，她对我真的太好了。程然，你尝尝看，我最近学的红烧排骨。你不是说过这辈子最讨厌油烟味吗？而且绝不做任何家务。程哥，人总是会变的嘛。苏姐现在可贤惠了，难道这不是你想看到的吗？苏姐，你最近都瘦了，多吃点。谢谢北川，你也多吃点。我吃饱了。程然，程然，你别误会，我只是觉得北川一个人在外不容易，所以才亲自下厨，为了他学会了做家务。苏大小姐，你还真是疼你的学弟。是的，北川他胃不好，吃不惯外卖，饿着才学的做饭，而且他真的很优秀，就是多亏有他。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北川养的宠物不小心。不小心？这是我母亲留下的遗物，他居然让畜生在上面随意撒尿。程然，你冷静点。北川的狗和猫很乖，他平时也很注意管教，这次一定是意外。那些也是意外，我母亲留下的所有东西全被毁了。程哥，
对不住啊，我宝贝们有点认生，看到陌生人的东西就爱搞破坏。不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你放心，我明天就让人重新打印这些相片，保证跟之前的一模一样。马上带着你的畜生滚出去！陈哥，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程然，你疯了吗？把他赶出去，让他住哪儿？我管他住哪儿，住公园也行，睡桥洞也行，反正就是不能住在这里。不行，他是我学弟，我必须照顾他。陈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别墅当然是苏姐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别墅空着也是空着，让北川住几天怎么了？他住这里，那我住哪儿？先住几天酒店，或者回老宅也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等过几天我帮北川找到地方了，你再搬回来。苏姐，我能不能不搬？你看，雪球都习惯这里的花园了，每天下午都要在草坪上晒太阳。陈哥，你摸摸看，雪球很乖的。哎呀，雪球平时不这样的，肯定是被陌生人吓坏了。不好意思啊，陈哥，他很乖的，平时都是在后院解决的，因为受了惊吓才会这样。程然，你也看到了，北川和他的宠物都不想离开这里。要不这样吧，反正这个小区还有空着的别墅，你再买一栋好了。你是要送给他？当然不是送，而是租，租金就按照之前说好的，1个月1块钱好了。陈哥，你看你把宝贝们都吓到了，要不你先离开这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离开？凭什么让我离开？母燕，我看你完全忘记自己身份了。这小小的司机女儿，居然敢让别人爬到我头上拉屎拉尿！今天不弄死你们这对狗男女，我橙子倒回来写！程然，你疯了！陈哥，我错了。啊！苏姐，救命！他就是个疯子！住手！你会打死他的！现在知道心疼。他带我送你的礼物，住我的别墅，弄坏我母亲遗物时，你怎么不心疼？爸，你们快来！苏叔叔马上就到，他一定会弄死你！有本事连我一起打死！住手！放开我女儿！你疯了是不是？敢动我妹妹，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我的宝贝女儿啊，你造了什么孽，遇到这么个畜生暴力狂？苏叔叔，程哥疯了，他刚才好像要吃人一样。您再晚来一步，我和苏姐就要被他活活打死了！闭嘴！不问问他们做了什么？混账东西！就算慕言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儿，你也不该动手打他。从小到大，他都是我们全家人的心肝宝贝，我们连骂一句都不舍得。程然，当年要不是老苏救了你爸一命，你们程家能有今天？现在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我们苏家的。苏叔叔，你当年确实救了我爸，但这20年来，程家给苏家的还少吗？还有你家的几辆豪车，又是谁买的？程然，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你动手打人就是不对，更何况慕嫣是你未婚妻，你怎么下得去手？未婚妻，好一个未婚妻！麻烦你问问你的好女儿，她配得上这3个字吗？爸，他一回来就发疯，只因为我让朋友暂住在这里。只是暂住，暂住到把我母亲的遗物全毁了，暂住到把我的别墅据为己有。就算这样，你也不能动手。传弄坏你母亲的东西，想必也不是故意的。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你先问问你女儿，这半年来我给她打过多少电话，她每次都说在忙工作，1分钟不到就匆匆挂断。原来是忙着给这个小白脸做饭烧菜，还有在我床上鬼混。你胡说！我和北川清清白白，所有人都知道，我一直把他当成弟弟看待。是你自己胡思乱想，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那这是什么？
别告诉我又是他带女朋友回来用的。程然，你太让我失望了。慕言从小娇生惯养，现在为了你学煮饭做家务，你不但不感激，还污蔑他。至于这些私人物品，他买回来肯定也是为了你。要不是看在你爸份上，我根本不会答应让她嫁给你。可你呢，根本不懂得珍惜她。不可能！换家具的时候，这些监控我明明让人……都拆了是吗？可惜你找的工人不够专业，没发现藏在吊灯里的备用摄像头。刚刚我已经让人把精彩部分都截取了出来。慕言，这些视频是真的？一言讲，这些都是 AI 换脸。苏叔叔，千万别信！觉得视频假，那就报警验 DNA 吧。这里面的东西应该是今天早上的，还新鲜着。诚然，慕言应该只是一时糊涂。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一时糊涂。我看等那个傻子回来，你也不用搬出去。他要不乐意，我就闹，让他自己再多买一栋别墅。反正还有的是钱。苏姐，你不会真要嫁给他吧？我可舍不得。我也不想嫁，到时候我会想办法拖延婚期，再找个好理由让他主动退婚。王八蛋，你敢搞我妹妹？不怪他，是我主动的。北川比程然温柔100倍，他从来不会让我等消息等到半夜。原来在他眼里，我日夜操劳家族生意，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反倒成了罪过。8岁那年，父亲的车在盘山公路上失控撞出护栏，是苏父冒着生命危险，徒手扒开变形的车门，在车子坠入悬崖前，将奄奄一息的父亲抱了出来。小然别怕，你爸爸会好起来的。小然，慕言这么漂亮，以后给你当媳妇儿好不好？父亲康复后给了苏父一大笔钱，还帮他开了家运输公司。每年春节，我们2家都会在一起守岁。15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葬礼上我躲在灵堂后的小屋里哭得撕心裂肺。那天起，我暗暗发誓要一辈子对他好。父亲伤心过度，身体每况日下。慕言，叔叔以后就把小灿交给你了。那一刻，我以为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订婚后，我几乎把全世界都捧到他面前。记得有次他随口说喜欢巴黎的星空，我立刻包下旋转餐厅，在穹顶投影出整条银河。他说想学钢琴，第2天斯坦华的3角钢琴就送到了他家。就连他发脾气时摔碎了古董花瓶，我也只是笑着问他手有没有划伤。我全心全意地对他好，万万没想到只是离开半年，他就变了。诚然，慕言只是一时糊涂，他心里还是有你的。你就看在我们2家多年的情分上，给他一次机会吧。诚然，叔叔这辈子没求过人，今天算我谁求情都没用，背叛我的女人，我绝不会再要。还有季北川，今天必须付出代价。爸妈，你们别求他，他就是个仗着家世欺负人的混蛋。就算嫁给一条狗，我也不会嫁给他。这个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那些东西我赔给你。赔？你拿什么赔？这是我母亲留下的最后一点念想，你让她在上面撒尿的时候想过后果吗？我不是故意的，那些猫狗不懂事，我不懂事。那我就教教你，什么叫懂事。救我！程少，够了没有？您要是还不解气，我再打断他一条腿。诚然，你会遭报应的。宣布吧。根据程先生的要求，现正式收回对苏氏运输公司的所有投资，取消与苏慕嫣小姐的婚约。此外，季北川先生需赔偿别墅内的一切损失，包括家具、艺术品及其他贵重物品，预计总价值超过3亿5千万。3亿5千万！我哪有那么多钱？诚然，你不能这样，我们2家这么多年的情分。苏叔叔，你女儿践踏的可不只是情分，还有我的母亲。诚然，求你看在老苏救了你爸的份上，饶了苏家吧。还有慕言，他只是一时糊涂，犯了女人都容易犯的错而已。一时糊涂，半年的时间足够他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程少，这事儿是我们苏家对不起你，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们一定好好管教慕嫣。至于季北川这个混蛋，你想怎么处置都行。王八蛋，还不快给程少磕头认错！程哥，我错了，求您高抬贵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诚然，我恨你，
很好，把文件给他们签字。诚然，公司没了投资会破产的，我们一家老小以后怎么活呀？那是你们的事，签字，或者我现在就报警。诚然，我发誓，你一定会后悔的。我唯一后悔的，就是太晚看清你的真面目。诚然，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从现在起，限你们12小时之内搬出我的别墅，超时的话，我会让保安请你们出去。半年前离开时，我曾满心期待回来与他共度余生，如今归来，却只剩下一地狼藉。从今天起，她不再是衣食无忧的程家未来儿媳，而是负债累累的败家女。程总，媒体已经发布了声明，苏氏运输公司今早宣布破产。把这里卖掉吧。程总，出事了！您快看网上的热搜。他出差半年，对我不管不问，我一个人在江城无依无靠，只有同校的学弟看我可怜，偶尔来帮我处理一下工作。可他一回来，不仅对我恶语相向，还把无辜的学弟打得浑身是伤。这避重就轻的逻辑，一看就是季北强在背后代笔操刀的。程总，今天早盘我们的股价受舆论影响，已经出现波动了。公关部的电话都被媒体打炮了，还有几个正在洽谈的合作方。今早突然发函说要重新评估商业风险。程老弟啊，网上的事我都看了，老哥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但现在舆论闹得太凶，咱们那个城南帝王项目，王总既然有顾虑，那就按合同走解约程序吧，违约金程式照付，项目我们自己全资兜底。程总，不能再任由他们恶意抹黑了，我建议立刻发布澄清声明。发声明？现在网民的情绪正在头上，你发什么他们都会觉得是在洗白，在捂嘴。林浩，在，程总。让法务部把别墅里的监控视频、苏沐烟的消费流水全部收集整理，然后给我做司法公证，封存备用。另外，派人去查查季北川这几年在江城的所有底细。他既然这么熟练的操纵舆论，以前绝对没少干这种勾当。另外，找几个渠道给苏沐烟那条动态买流量，把热度给我顶到最高。既然他们喜欢演，那就让他们多演一会儿，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会粉身碎骨。等他们把戏妙唱到最高潮，我们再收网。我要让他们知道，惹怒我的代价是什么。闹这么大，万一程然把别墅监控发出来，他不敢，他最要面子了。而且现在他的公司因为舆论，股价大跌，他自顾不暇。就是我那条卖惨视频点赞破100万了，程然明天就得跪着求我们。只要能帮你们要回别墅，我这伤没白受。苏姐，趁热打铁，今晚开直播。北川，你对我真好，我都听你的。程总，好消息！说，您看，苏沐烟那条长文的转发量已经突破10万了，苏母的卖惨视频也彻底出圈了，舆论热度已经达到了顶峰。很好，证据都固定了吗？法务部已经全部公证完毕，随时可以启动追责程序。苏沐烟，你以为的救命稻草，马上就会变成勒死你的绞刑绳。这7年，我像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连交朋友的资格都没有。北川只是看我一个人可怜来陪陪我，就被他打断了腿。他不仅打人，还逼停了我爸的公司。我们一家现在只能挤在几10块的旅馆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他回国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不仅对我冷暴力，还无法弄得我该怎么。程总，他直播间在线人数破10万了，舆论已经到顶峰了，我们还不反击吗？戏唱到最高潮，
落幕才最精彩。通知全网媒体，明天上午10点，程氏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要亲自送他们上路。程总，网传您对未婚妻7年感情冷暴力，回国后不仅仗势欺人，还用手段切断了苏家的生路，请问您对这种行为作何解释？解释？我程然做事从不靠嘴解释，只讲证据。去！我家别墅自住的，不卖。你再买一栋好了，租金1个月1块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这就是苏小姐口中连交友自由都没有的金丝雀生活，也是那位无辜学弟帮忙处理工作的方式。鸠占鹊巢，毁我王母遗物，逼我另买豪宅。这些，我那位未婚妻应该没说吧？大家看，冀北川那块价值58万的腕表，是苏木英刷我的卡买的。不仅如此，这半年来，苏小姐用我的钱为这位学弟购买了大量奢侈品，拿着我的钱，住着我的房，养着别的男人，最后还要倒打一耙，在网上装弱势原体。大家为我评评理。程总，直播间的风向已经彻底变了，全在骂他们。对于苏木烟和冀北风在网络上恶意造谣、损害程氏集团名誉的行为，我们已经启动追责程序。我程然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大家一定要帮帮我，程氏集团真的太欺负人了！别演了，程氏发布会都放监控了。1个月1块钱租几个亿的别墅，你的脸呢？拿未婚夫的钱养捞男，还倒打一耙，恶心！鸠占鹊巢的白眼狼，滚出江城！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发布会？不要脸的捞女，还钱！滚出江城！完了，全网都在骂我们。北川，你不是说他不敢放证据吗？现在怎么办？你问我，我问谁？谁知道他这么狠？程总，大获全胜，苏木烟的账号已经被网友冲烂了，苏家现在是过街老鼠。这只是他们应得的。冀北川那边查的怎么样了？底属全摸清了，这小子根本不是什么单纯学弟，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职业捞男。他专门混迹在各种高端场所，把自己包装成深情懂事的人设，专门挑有钱或者感情空虚的女性下手。靠吸女人的人还敢跑到我面前耀武扬威？程总，我们已经联系上了另外3位被他骗走财产的女性，他们看到您的发布会都表示愿意站出来，提供转账记录和聊天铁证。我要让他把吃进去的每一分钱都连本带利的吐出来。造孽呀！老头子被气得高血压犯了，公司也被查封了，现在连亲戚都把我们当瘟神，我们苏家算是彻底完了。北川，现在舆论已经翻车了，程然还要告我们，怎么办？苏姐，别担心，有我在，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你，我也会陪在你身边的。北川，只有你对我最好了。乖，别哭了，你先去洗手间洗个脸，冷静一下。我这就联系以前认识的几个大老板，看看能不能借点钱，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好，我听你的。苏姐，我联系上一个朋友了，他愿意借我们一笔钱应急，但我得亲自过去拿一趟。真的吗？那你快去。放心吧，等我回来。阿姨，你也别太伤心了，一切有我呢。还好，还好我还有北川。程总，那3位受害女性联合发声了，转账记录、聊天截图、录音全放出来了。冀北川职业捞男的词库已经登顶热搜，他现在是全网喊打的过街老鼠。多行不义必自毙。苏家那边情况怎么样？苏氏运输公司已经正式进入破产清算，失去我们程氏的兜底，那些供应商和债主全疯了，现在已经把苏家租住的快捷酒店围得水泄不通。好戏开场了。守门员，开门！现在还钱，别躲在里面装死。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打给那个小白脸有什么用？你为了个捞男把程然逼走，害得公司破产。你冲我吼什么？公司破产是因为你无能，你平时拿程然的钱去挥霍的时候怎么不说？你还敢顶嘴？
嘴，赶紧让那个姓季的把钱拿出来还债。他不是去借钱了吗？人呢？别吵了，明远，你妹妹心里也苦啊。苏木冰，你现在身上还有多少钱？马上都给我，我得先出去躲躲风头。我看看包里还有多少？怎么会？我的钱呢？项链，程然送我的那条钻石项链和钱包也不见了。蠢货，你被那个捞男卷款跑路了！你上网看看吧，他骗女人的热搜都挂在第1了。你就是个被白嫖的提款机。他说他去借钱了，他不会骗我的。没钱还敢住店，房费都拖了2天了，赶紧拿着你们的破烂滚蛋！别在这儿影响我做生意。连个男人的底细都摸不清，现在好了，害得公司破产，全家跟着你流落街头。我怎么有你这么个蠢货妹妹？慕言，妈有个办法，能让程然马上把我们接回别墅。他现在恨死我了，怎么可能？你傻呀！他以前把你捧在手心里，这次发这么大火，说明什么？说明他在乎你，他吃醋了。妈，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去程氏集团找他，就说你怀孕了，怀了他的骨肉。假孕？妈，这太丢脸了！万一被拆穿，丢脸重要还是饿死街头重要？程家几代单传，他要是知道你有了程家的种，还能不管你？对，妈说的对，他那么爱我，怎么可能舍得真的毁了我？他做这一切就是为了逼我低头认错。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只要我肯给他个台阶下，他一定会原谅我的。我这就去找他问个清楚。这位女士，您没有预约，不能进去。瞎了你们的眼！我是你们程总的未婚妻，给我滚开！程然，你闹够了没有？你为什么拉黑我？我都亲自来找你，给你台阶下了，你还想怎么样？我是犯了点错，可要不是你这半年总出差不陪我，我怎么会被季北川那个骗子趁虚而入？说到底，走到今天这一步，你也有责任。说完了，说完了就滚。保安，把人扔出去。别碰我，程然，我怀孕了。林浩，在，把苏小姐这几天的消费记录念给她听听。消费记录显示，5天前的晚上，您在便利店购买了红酒，以及3天前，您在快捷酒店楼下的超市购买了2包夜用型卫生巾。苏小姐，您怀的是哪吒吗？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安胎？不是的，你调查我！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恶心我，苏慕言，你现在这副摇尾乞怜又满嘴谎言的样子，连季北抽都不如。以后他再敢靠近城市大楼半步，直接扔出去。程总，季北川被受害女性联合起诉，现在背着几千万的债务。苏家那边，苏明远卷了最后一点钱跑了，苏慕烟现在只能靠在小餐馆洗盘子维持身躯。以后他们的事不用再向我汇报了，他们已经是过去式了。明白。那您下午的行程？下午的会议全部推迟，我要回一趟别墅，去修补我母亲的遗物。妈，对不起，让您的东西受损了。苏建国近期与竞争对手韩氏有密切的私下资金往来，明日的实地考察，苏建国极力要求与我同行，我心中不安。若我此次出行遭遇不测，小然切记提防苏家。救命之恩，好一个救命之恩！程总，您这么晚急着叫我过来，是出什么事了？这是老董事长的笔记，苏建国当年居然和韩氏有勾结。那老董事长的车祸，20年了，我们程家把他们当恩人供着，要钱给钱，要资源给资源，结果这所谓的救命之恩，地下从头到尾就是场沾着我父亲血的交易。程总，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去查，还有当年负责保养我父亲那辆资金流水汽修厂，我要知道那辆车的刹车到底是怎么坏的。
程总，查清楚了，20年前苏建国的运输公司濒临破产，但在老董事长出车祸的前3天，他的远房表弟账户里多出了一笔巨额资金。最终的源头正是当年老董事长最大的竞争对手韩振山的公司，出卖核心底价换取救命钱。不仅如此，当年的那个维修工在车祸发生后不到1个星期就突然全家移民海外了。我终于明白了，苏建国当年根不是什么舍己救人的英雄，他出卖了我父亲，为了利益，太卑鄙了。程总，我们直接把这些证据公开，让他身败名裂。不，这些都是20年前的旧账，光凭资金流水，他完全可以狡辩是正常的商业结果。那我们该怎么办？就这么放过他？放过他，我要让他亲口把当年的龌龊事吐出来。飞车，去苏家现在住的那个破出租屋，我要亲自去探望一下我这位好叔叔。小然，小然，你终于肯来看叔叔了。我就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孩子，你不会不管我们的。苏建国，这地方住的还习惯吗？小然啊，叔叔知道错了。你看在当年我拼了这条老命把你爸从悬崖边拉上来的份上，给叔叔留条活路。救命之恩，苏建国，20年的戏演得累了。小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叔叔当年可是连手指头都磨得见骨了。林浩，这是我父亲当年留下的商业备忘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事发前你和韩振山私下勾结，出卖了程氏。这不是真的，这是伪造的，我没有。没有？那前3天你远房表弟海外账户里突然多出来的那笔巨款是怎么回事？当年专门检修我父亲车辆的卫星工，事发1周后举家出国移民，支撑他们移民的资金来源到底是谁提供的？爸，程然说的都是实情吗？当年那件事是你？小然，你听我解释，当年我是被逼的，是韩振山逼我这么做的，但我最后还是救了你爸呀，我真的救了他呀！你救他，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更是顶住恩情，吸我们陈家一辈子的血。苏建国，你以为破产就是结束吗？这只是利息。当年你欠我父亲，我会连本带利，一笔一笔的从你身上讨回来。我要让你在江城生不如死。程总，韩振山在江城商界根深蒂固，单凭20年前的几笔资金流水，很难在商业上对他造成实质性的致命打击。常规手段当然不行，我需要一位行事果断、洞察力敏锐、思路清晰且审时应变的人，所以，我请了一位外援。这位是顾清河女士，业内顶尖的商业并购顾问兼首席法务专家。各位好，这是我研究了他们的近5年。它看似稳固，但有漏洞。只要我们进行精准的商业狙击，他的商业帝国就会土崩瓦解。顾小姐果然名不虚传，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程总，合作愉快。苏建国那边已经彻底废了，但他手里的东西还不够盯死韩振山。没错，苏建国当年既然敢和韩振山做交易，以他那种小市民的精明，绝对会留一手保命的底牌，比如当年的交易录音或者私账。我派人搜过苏家被查封的别墅，也查过他们现在的出租屋，什么都没找到。如果不在苏建国手里，那会在哪儿呢？我知道了。季北川，你个死骗子，赶紧把钱吐出来！这是什么东西？苏木叶那个混蛋连包里藏了东西都不知道。苏建国的，韩振山的，天无绝人之路。诚然，你让我这样，我就去找韩振山。有了这笔钱，我照样能东山再起。韩董，苏建国20年前卖底价的私账在我手里，5000万，账款归您，我马上离开江城。好，今晚10点，城南废弃车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敲诈到我头上来了，去把他身上背的债务全买下来。今晚不用带钱，带上欠条，让他乖乖把东西双手奉上。程总，季北川今晚10点和韩振山交易。韩振山不可能给钱，他只会利用季北川的危机空手套白狼。顾律师的意思是，我们去介入？没错，
冀北川骗那几位女性的钱，我已经代表他们做好了摘权转让。今晚我们才是他最大的债主，这本账程氏收了。季先生，韩董买下了你3000万的债务，把账本交出来抵债，否则韩氏有的是办法让你在江城活不下去。你们耍我！打断一下，顾律师，这账本是我们韩董要的。冀北川欠几位女士的巨款，程氏已经全权接手追讨，他手里的东西我们要拿走抵债。你可以现在打电话问问韩董，为了一个废人，愿不愿意今晚就跟程氏撕破脸？去！我的钱，我的账本！这种局不是你这种捞男玩得转的，你的下半辈子就在还不清的巨债里度过吧。程总，账本确认无误，它有许多破绽，我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很好，只要我们联合几家头部供应商，同时切断与韩氏物流园的合作，要求提前结算货款，他的资金链会在1周内彻底瓦解。林浩，按顾律师的方案，全面狙击韩氏的核心项目，我要让他知道，欠程家的要还。明白，我马上去办。顾律师，今晚有空吗？城南项目启动，我想请你吃个便饭，庆祝我们合作顺利。程总请客，当然有空。苏沐烟，动作麻利点，别苦着一张脸，影响客人胃口。对不起，经理。程然，程总认识？不认识，可能认错人了吧？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我以前是你的未婚妻啊！你是不是故意气我？你疯了！敢冲撞程总，赶紧下去！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每天洗盘子，你看看我。经理，你们餐厅的员工培训看来还需要加强，太吵。对不起，程总，我马上处理。韩董，城南物流园的7家头部供应商同时发函，要求提前结清尾款，否则立刻停止供货。他们疯了吗？按合同还没到结算期，他们宁愿付违约金也要解约，而且银行那边也听到了风声，冻结了我们2笔即将下发的贷款，我们的资金链断了。程然，是程然，他拿到了苏建国的账本，这是在往死里整我。韩董，现在楼下全是催债的供应商，董事会也要求您立刻给出交代，我们该怎么办？完了，韩氏全完了。程总，韩氏的资金链已经彻底崩盘，韩振山名下的资产正在被多家机构申请冻结。不仅如此，我昨天已经将那本私账匿名提交给了相关部门。我们赢了。顾律师，完成的漂亮。是程总的资源配合的好，20年的过往，今天算是彻底清了。是啊，清了。这不是网上那个专门骗女人钱的捞男吗？现在成了老赖，连高铁飞机都坐不了，活该！这种人就该一辈子抬不起头。买一张去最偏远县城的绿皮大巴票。造孽呀！韩氏倒了，我们苏家连最后一点指望都没了。明远那个没良心的卷了钱跑了，留下我们2个可怎么活呀？都怪你！要不是你放着好好的豪门少奶奶不当，非要去招惹那个骗子，我们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你就是个扫把星！你干什么？你疯了！我还没说，程然以前那么爱我，他只是在气头上
只要我穿上他最喜欢的裙子去求他，他一定会心软的，他一定会的。程然，我求求你，你看看我，我穿了你最喜欢的那条裙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7年的感情啊，你难道真的能忘得一干二净吗？苏沐烟，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不是因为季北川骗了你，也不是因为我报复你，你不是输给了别人，你是输给了你自己的贪婪、自私和愚蠢。走吧，别让合作方等急了。好。最后向您汇报一下收尾情况，韩振山的案子已经定性了，涉嫌多项商业欺诈，名下资产全部法拍。苏家呢？苏建国瘫痪后，苏母受不了城镇村的苦，带着他回了偏远乡下的老家。苏沐烟听说精神出了点问题，现在在乡下靠捡废品养活一家子。知道了，从今天起不用再提这些人了。是。妈，20年的旧账清了，您的东西我也修好了，以后我会好好往前走。程总，没打扰你周末休息吧？顾律师大驾光临，随时欢迎。这是程氏集团下半年的海外并购企划书，法务风险我已经全部排查完毕。韩氏倒下后空出的市场份额足够程氏的版图再扩大1倍。顾律师的效率总是让人惊喜，这次能这么顺利扫清障碍，多亏了你。拿一份钱出一份力，能和程总这样果断清醒的人合作，确实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既然合作这么痛快，顾律师有没有兴趣把这份合作变成长期的？程总这是在向我抛橄榄枝？是邀请一位能并肩作战的同路人。合作愉快，程总。合作愉快。程总，进军海外新能源物流，政策壁垒和资金风险太大了，一旦供应链断裂，会拖垮国内基本盘。顾顾问，给他们看你的方案。硬碰硬不可取，我的方案是技术入股，本体化合资，政策壁垒由当地企业扛，我们只做技术输出和标准制定。那知识产权怎么防对方过河拆桥？我设置了毒丸防御气质，对方敢在知识产权上动心思，合资公司控制权将自动无偿转移到程氏名下。我正式宣布，顾清河女士从今天起担任程氏集团首席战略顾问，全权负责海外项目。入职礼物。程总这礼物分量不轻，带上它，我可就彻底绑在程氏的战车上了。程氏的战车只会开向顶峰，我需要一个能和我并肩看风景的人。那程总可要坐稳了，海外这块蛋糕太大，京圈那些真正的资本巨销，恐怕早就闻着味儿盯上我们了。兵来将挡，不管是谁敢动程氏的盘子，我都让他有来无回。裴董，查清楚了，程氏集团那个海外新能源物流项目，核心调度系统非常成熟，一旦铺开，利润不可估量。江城这种小水湾里，居然还能养出这种好东西，
城市的总裁程然态度很强硬，他们打算自己做，不接受外部融资。在绝对的资本面前，没有强硬这2个字儿。去，你一份收购合同，用最低的底价把他们的核心技术团队连人带专利给我强行打包买过来。如果程然拒绝呢？我裴延州看上的东西，从来没有买不到的。他不卖，我就用资本碾碎他。程总，顾问，京圈裴氏财团的掌舵人裴延州突然来了江城，他的人刚才直接把一份收购意向书拍在了我们前台，点名要见您。裴延州，业内出了名的资本巨鳄，他行事极其霸道，最喜欢用资本施压进行恶意收购，被他盯上的企业最后都被吸干了血。10个亿想买断我们耗资100亿研发的核心技术和整个团队，他这不是来收购的，是来抢劫的。野蛮人敲门了，程总，见吗？见，我倒要看看这条京圈的鳄鱼在江州能翻出多大的浪。程总，我的时间很宝贵，10个亿的支票已经准备好了，签了字，技术团队归我，你们程氏还能留点汤喝。裴董开玩笑了，程氏的新能源项目不卖，核心团队更不卖，门在后面，慢走不送。程然，别给脸不要脸，在京圈没人敢拒绝我，10个亿已经很多了，不卖，明天我就会让程氏在江城寸步不行。裴董，强买在商业法里叫恶意胁迫，程氏不缺钱，更不缺骨气，裴氏的资本再厚，江城也不是你一手遮天的地方。好，很好，程然，你旁边的这位美女牙齿倒是挺锋利。裴董，嘴巴放干净点。顾律师是程氏的首席顾问，也是我的合伙人。有种，那咱们就走着瞧。程总，我还以为你不敢来赴这场局。江城这种地方企业能有机会见识到顶级的国际资本，你应该感到荣幸。裴董客气了，资本没有高低贵贱，只有懂不懂规矩。程氏立足江城，靠的是实力，不是谁的施舍。诚然，我今天请了华尔街的投资人，这份协议裴氏占股80%，签了它，大家和气生财；不签，程氏的新能源项目明天就会在国际市场上寸步难行。Gentlemen,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anti-monopoly regulations, this kind of predatory equity structure will not pass the compliance review in any major market. 裴董，您这份协议里的数据模型引运的是3年前的旧指标，目前程氏的核心调度系统能将物流成本降低35%，而裴氏提供的渠道要价甚至覆盖不了我们的技术折旧费。裴董，程氏的底气从来不是嘴皮子，而是无可替代的核心技术。用3年前的旧数据来套程氏100亿级别的核心技术，裴董，您这是在做投资还是在开玩笑？顾问，口才不错。裴董，程氏的底气从来不是嘴皮子，而是无可替代的核心技术。顾问，这里的空气太闷，我们走。好的，程总。敬酒不吃吃罚酒，诚然真以为江城是他说了算。裴董，程氏的技术壁垒确实很厚，硬碰硬成本太高。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去查程氏研发团队的名单。您的意思是挖人？开出3倍年薪，违约金裴氏全包。明白。把他们的核心骨干全部抽空，我要让诚然的新项目彻底瘫痪。李工，裴董非常欣赏您的才华，这是3倍年薪的聘用合同。程总平时待我们不薄，现在项目正处在关键期，我带头走不太合适吧？商场只讲利益，除了3倍年薪，裴氏还给您配车配房。至于违约金，我们全额承担。好。我不仅自己去，还能把组里的3个核心成员一起带过去。裴董就喜欢您这样的聪明人。程总，李工他们4个突然递交辞呈，连交接都不做就要走。李工，项目马上要上线了，现在走。程总，
人往高处走，裴氏给的待遇，程氏给不了。违约金已经打到公司账上了。你们这是背信弃义！你们走了，核心数据卡住，整个海外项目都会停办。抱歉了，各位。程总，裴延洲这是釜底抽薪啊！要不要我马上高薪去外面挖人顶上？来不及的，核心代码只有他们几个最熟悉，新人接手至少需要3个月。那我们的海外项目岂不是彻底瘫痪了？天要下雨，人要跳槽，随他们去。林浩，给他们办离职手续。我倒要看看，裴延洲花重金买走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李工，这就是程氏的核心调度系统。是的，裴总，我们把最核心的算法架构全带过来了，只要接入裴氏的服务器，马上就能运转。裴总，有了这套系统，我们就能直接截胡程氏的海外订单了。诚然以为守着个空壳子就能跟我斗，马上启动系统。我要让程氏的新项目今天就变成废纸。明白，马上启动。怎么回事？系统报错了。怎么回事？核心算法里被植入了一个死循环逻辑，只要脱离程氏的内部主服务器，这套代码就会自动锁死，变成一堆废数据。你说什么？程总，顾问，裴氏那边的服务器刚才试图强行解析我们的代码，触发了防御机制，现在他们买走的那套系统已经彻底锁死了。裴延洲以为花点钱就能买走程氏的命脉，太天真了。难怪您昨天一点都不着急，原来您早就知道理工带走的是假数据。不是假数据，是商业诱饵。理工这几个人平时在研发部就喜欢拉帮结派，心思根本不在技术上。我和程总早就察觉到了。所以半个月前，我就让真正的核心团队在封闭机房里开发了第2套备用系统。而理工他们接触到的，只是我故意放出去的带有毒丸防御的初级版本。裴延洲花3倍年薪买了一堆废纸。我们被程然耍了，这套系统根本没用。好一个程然，好一个顾清河，居然敢给我下套！裴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海外的合作方还在等我们的系统演示，还能怎么办？马上联系海外合作方，推迟演示。诚然，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商业竞争可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把江城那些对诚然怀恨在心的人都给找出来，我要从内部彻底搞臭他的名声。程氏的新能源项目马上要开全球发布会了，我们不能干看着。裴总，技术上我们被摆了一道，现在只能从舆论上动手。找到合适的人选了？找到了，程然的前未婚妻苏沐烟，还有那个骗子季北川。这种底层的垃圾能有什么用？他们现在走投无路，只要给点钱，什么都愿意干。我们可以包装他们，让他们在发布会上指控程然垄断市场，恶意打压同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去办吧，给他们点甜头。我要让程然的发布会变成一场闹剧。苏小姐，这日子过得挺辛苦啊。你是谁？我是裴氏财团的，裴董想请你帮个忙。裴氏，京圈的那个裴氏。这是一点定金，只要你按我们说的做。好，只要能让程然不痛快，我什么都愿意干。季北川，想不想翻身？你是谁？债主派来的。裴董给你个机会，明天去程氏的发布会，指控程然用不正当手段逼迫你破产。可是程然手里有我的把柄，有裴氏给你撑腰，你怕什么？事成之后，裴董会帮你摆平那些债务。干了，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不如搏一把。程总，顾问，我们的人发现裴延洲的助理最近接触了苏沐烟和季北川。裴延洲这是黔驴技穷了，连这种垃圾都捡。他想在明天的全球发布会上制造舆论危机，打断我们的融资节奏。明天的发布会备受瞩目，万一他们真的闹起来，对程氏的声誉影响很大。既然裴延洲想看戏，那我们就给他搭个戏台。顾问，明天的安保放他们进来。明白，我会准备好一份大礼送给裴董。苏小姐，这件衣服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做的，气质太好了，包起来。程然，你以为你能把我踩在脚下？等明天帮裴董办成这件事，我就能去京圈发展了。到时候，
我会让你高攀不起。裴氏的钱还真好赚，诚然不好惹，裴延州也不是善螳，明天在发布会上露个脸，拿到尾款我立刻走人。神仙打架，我可不陪你们玩到底。明天的全球发布会，媒体很多，你们只要按照稿子上的内容控诉程氏集团恶意打压同行就行。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面对镜头。只要尾款准时到账，我保证把戏演足。裴董不会亏待做事的人，但如果搞砸了，后果你们清楚。你最好别拖我后腿，这可是我进入京圈的敲门砖。京圈，你还真敢做梦！大家各取所需，演完这场戏，以后谁也不认识谁。正合我意。程总，程氏的新能源物流项目备受瞩目，请问您对未来的市场份额有什么预期？程氏的目标是建立全球化的行业高标准。大家不要被他骗了，程氏集团根本就是个靠恶意打压同行起家的吸血鬼。诚然利用资本手段逼迫我的小公司破产，还对我进行商业封杀，他根本不配谈什么行业标准。他为了垄断市场不择手段，我作为他的前未婚妻，实在看不下去他的所作所为，今天必须站出来揭露真相。程总，请问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程氏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诚然，你也有今天。只要我帮裴董办成这件事，我就能彻底翻身了。顾顾问，交给你了。好的，程总。各位媒体朋友，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份有趣的财务报表。这份报表将向大家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恶意竞争。各位请看，这两笔分别转入苏女士和季先生账户的资金，汇款方正是裴氏财团旗下的公关公司。这是我自己的钱，你这是伪造的！苏女士，银行的流水编号是唯一的，随时可以查证。只要尾款准时到账，我保证把戏演足。诚然不好惹，裴延州也不是善壳，拿到钱我立刻走人。这不是我说的。根据相关商业法规，收受资金在公开场合捏造事实，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商业诽谤。两位，你们刚才的每一句话都已经作为证据被保全，程氏集团法务部将正式向你们提起巨额的商业索赔。裴董，请问裴氏财团是否真的雇佣了这两人进行恶意抹黑？一派胡言！裴氏从未参与过这种无聊的闹剧，这两人与裴氏毫无关系。诚然，苏沐烟，你连做对手的资格都没有。顾顾问，发布会继续。好的，程总。进来。助理先生，发布会的事儿是个意外，裴董答应我们的尾款什么时候结？对啊，我们可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两位在说什么？裴董根本不认识你们。你什么意思？明明是你给我们定金，让我们去闹事儿的。苏女士，请注意你的言辞。裴氏从未与你们有过任何合作。如果你们继续在这里无理取闹，裴氏的法务部会追究你们的责任。完了，裴延州这是过河拆桥，把我们当弃子了。8位数，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怎么会这样？诚然真的要赶尽杀绝吗？都怪你！
要不是你非要招惹程然，我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是你自己贪心，现在出了事就往我身上推。我懒得跟你废话，这笔烂账你自己背吧。原来，这才是能站在他身边的女人。沈律师，久仰大名，这次重金请您出山，是为了程氏的案子。裴董客气了，程氏的首席顾问顾青宇是我曾经最得意的门生。他确实难对付，几次交手，裴氏都没占到便宜。青宇做事严谨，追求完美，但过于追求完美，往往容易陷入思维定式，这就是他最大的弱点。在接下来的海外并购补充协议里，我会为他量身定制一套商业条款。你有对策了？看似让利，实则是连环的对赌陷阱。那就仰仗沈律师了。顾问，裴氏那边突然发来了新的补充协议，条件退让了很多，甚至主动承担了部分前期费用。事出反常必有妖，裴延州不是做慈善的，交叉违约条款，还有隐性担保，有什么问题吗？法务部初审觉得很合规，条款拆开看都没问题，但组合在一起，程氏就会触发连环违约。这种行文风格和逻辑闭环是他。遇到麻烦了。裴延州换了法务主讲，是我曾经的导师沈裴律师。业内那位以手段老辣著称的沈律师。对，他非常了解我的思维习惯。这份协议就是他专门为我设下的盲区陷阱。有把握破局？很难。他用的是阳谋，利用了国际商法的规则漏洞，稍有不慎，程氏就会满盘皆输。既然是阳谋，我们就正面迎战。程氏的所有资源，你随时调用。好，这场师徒局我接了。裴董，正面冲锋成本太高，我们换个思路，从程氏内部瓦解他们。这是什么？清河3年前在上一家机构时，曾为一家海外公司做过商业咨询，而这家公司恰好是程氏这次并购案的隐秘关联方。利益冲突？这份旧档案只要稍微断章取义，发给程氏的董事会，大公司的董事会最怕风险，只要启动内部审查，顾清河就必须停止。一旦他离开核心位置，程氏的海外项目就会出现缺口。顾顾问，这份匿名发来的合规报告，你需要解释一下。这是我3年前的旧案档案。报告上显示，你与这次海外并购的关联方有过密切的资金往来，这严重违反了公司的避嫌原则。那笔资金是正常的咨询服务费，且项目早已结案，我与他们现在没有任何利益绑定。但现在是非常时期，裴氏在外面虎视眈眈，我们不能冒任何合规风险。我愿意接受公司最严格的内部审查。程总，海外项目事关重大，我提议立刻暂停顾仲文的职务，交由合规部介入调查。程总，为了程氏的声誉，请您尽快做决定。程总，您这是干什么？这不合规矩。规矩是我定的，我诚然用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顾顾问的底线，就是程氏的底线。谁再拿这种拼凑的废纸来质疑他，就是质疑我。海外项目继续由顾顾问全权负责。散会。程总，刚才在会议室，谢谢你的信任。我只是做了最正确的商业判断。沈律师想用这种手段离间我们，
太低估程氏了。但董事会那边压力还在，我必须尽快自证清白，不能让程氏背负合规风险。需要我配合什么？查资金流向。这份报告虽然是伪造的，但数据做得很真，只要是假账，就一定有破绽。找到了。哪里不对？这笔所谓的利益输送服务费汇出账户的注册时间，比我当年那个旧案的结案时间晚了整整1年。时空错位，这是一份利用时间差精心拼凑的伪造文件。沈老师百密一疏，只要拿到这个海外账户的真实注册信息，他的谎言就不攻自破。我马上安排外分部去调取原始凭证，明天我们反击。好。顾清河女士，关于您被指控在商业并购中存在利益输送一事，您有什么要陈述的？主席先生，我这里有一份海外账户的原始注册凭证。指控报告中声称，我3年前收取了该账户的资金，但这份官方凭证显示，该账户的实际注册时间是在2年前。请问沈律师，我是如何跨越时间去收取一个当时根本不存在的账户里的资金的？这可能只是海外机构的登记延迟，不能说明资金流水是假的。既然沈律师提到资金流水，那我们来看看这份由国际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溯源报告。报告显示，那笔所谓的利益输送资金，真正的源头是裴氏财团旗下的一家空壳公司。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构陷，有人利用伪造的证据，企图干扰程氏集团的正常商业运作。沈律师，对于这份溯源报告，您作何解释？清河，你赢了，我输在了太自信。沈老师，您教过我，法律是用来维护规则的，不是用来制造陷阱。行业协会已经吊销了我的职业资格，这是我应得的代价。干得漂亮！多亏了程总连夜调取的海外凭证。走吧，顾顾问，今晚程氏为你庆功。顾顾问，今天听证会上您那番反击简直太精彩了，我敬您一杯。谢谢，是大家配合的好。他明天一早还要和海外团队开视频会，这杯我替他喝。明白明白，程总体恤下属，那你们聊，我去那边看看。程总，我的酒量其实没那么差。我知道，但今晚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里面太吵，去露台透透气。好。谢谢程总。现在是下班时间，可以不用叫程总。好，程然，裴延洲这次吃了大亏，以他的性格，接下来的反扑会更疯狂。有你在，我不担心。在会议室那天，面对董事会的施压，谢谢你毫不犹豫地信任我。我说过，疑人不用，更何况你值得我所有的信任。诚然以为赢了一局就能高枕无忧了。裴董，3家海外游资的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很好，常规的商业竞争太慢了。您的意思是？明天开盘，动用所有资金，在2级市场上全面扫货程氏的流通股。你要发起恶意收购，这可是孤注一掷。我要强行控股程氏，只要拿下控制权，程氏的新能源项目就是我的。程总，顾顾问，开盘不到半小时，有几股不明资金在疯狂买入我们的股票。交易量多少？非常大，已经逼近5%的举票线了。对方根本不计成本。资金来源分散，但操作手法高度一致，是海外游资。裴延洲，对，典型的野蛮人敲门。他想通过2级市场强苦，发起恶意收购，想一口吞下程氏。
我们要不要马上调集资金，在二级市场跟他抢从？不行，跟着他的节奏抢出，只会把股价越炒越高，消耗我们自己的现金流。顾顾问有什么对策？资本的恶意收购，常规防守没用，我们必须大幅提高它的收购成本，让他买得起，咽不下。没错，准备召开紧急董事会吧，程总。我们要启动反收购预案了。程总，裴氏的资金太猛了，再这样下去，程氏的控制权就要易主了。大家冷静。顾顾问有应对方案。各位，我提议立刻启动读完政策。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没错。一旦裴氏的持股比例触及10%的红线，我们将向除裴氏以外的所有股东低价增发大量新股。这样一来，裴氏手里的股权就会被瞬间大幅摊薄。他想继续控股，就必须花10倍甚至100倍的资金来买这些新股。我要让他的收购成本变成一个无底洞。立刻发布公告，启动读完计划。裴总，程氏刚才发布了紧急公告，他们启动了读完计划。什么？他们向原有股东大量低价抛股，我们刚才扫进来的筹码，股权比例被严重稀释了。顾清河，又是这个顾清河。裴董，如果我们要维持控股比例，还需要追加几百亿的资金，成本太高了，要不我们先撤？撤！我裴妍妍的字典里没有撤退，马上联系海外游资，把裴氏名下的优质资产全部抵押出去，继续给我买，我看程氏能撑多久。程总，顾顾问，裴延绰上钩了，他正在疯狂追加资金，试图填补被摊薄的股权。他已经被胜负欲冲昏了头脑，现在的裴氏资金链已经崩到了极限。他把所有的底牌都压在了前线，后方必然空虚。程总，是时候给他来个釜底抽薪了。林浩，帮我接通裴氏财团京城总部的几位大股东，这场资本游戏该收网了。资金还差多少？裴董，海外游资的额度已经用光了，如果还要继续买入程氏的新股，只能动用总部的核心储备金。那就去动，把京城那几块地皮的产权拿去抵押。可是裴董，那几块地是财团的底线，没有董事会的签字，我们无权抵押。我是董事长，按我说的做，出了事我负责。是，我马上去办。林总，你大费周章联系我们几个老家伙，有什么指教？王董，明人不说暗话，裴延洲正在江城疯狂狙击程氏，这事您知道吗？商场竞争各凭本事，裴董的决策我们董事会一般不干涉。如果他的决策是在掏空裴氏的家底，程总，话不能乱说。王董，请看您的邮箱，这是一份裴氏近半年的隐秘资金流向报告。他居然把财团的优质资产低价转移到他个人的海外壳公司。不仅如此，他现在为了收购程氏，正准备违规抵押京城的核心地皮。王董，裴延洲为了满足个人的胜负欲，已经把裴氏推向了悬崖。他把我们这些老股东当什么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王董，只要你们切断他的资金链，程氏愿意在海外项目上给裴氏留一个血。程总，一言为定，我马上召开紧急董事会，冻结他的一切权限。总部的资金怎么还没到账？裴董，出大事了！总部冻结了我们所有的操作权限，谁给他们的胆子？是王董，他联合了所有大股东，刚才召开了紧急董事会。他们干了什么？董事会全票通过，罢免了您的董事长职务，并且全面撤回对程氏的收购资金。裴氏的资金全面撤退了，恶意收购彻底失败。王董他们动作很快，裴延洲现在自顾不暇了。失去资金支持，他在江城翻不起浪。不仅如此，
裴氏总部刚才发了公告，宣布裴延洲个人行为与财团无关，他被彻底抛弃了。顾顾问，这场硬仗我们赢了。是程总运筹帷幄。裴先生，还有什么坏消息一起说吧。监管机构刚才下发了正式通知，说因为涉嫌违规转移核心资产和操纵市场，您面临天价的商业罚款，并且被处以终身行业禁入。您以后再也不能踏入商界半步。最后10秒了，10、9、8、一起。荣幸之至。3、2、1。开盘大涨，市值直接翻倍了。程总，我们现在是行业绝对的第一。这只是程氏全球化的第一步。今天的敲钟仪式很完美，程氏终于站在了顶峰。是，我们站在了顶峰。以前，我以为爱情是单方面的付出与妥协，直到遇到你，我才知道，最好的爱情是势均力敌。程然，是顶峰相见。顾律师，愿意做程太太吗？程总的邀约我接了。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程氏集团的程总要结婚了，新娘气质真好，听说是程氏的首席顾问，这才是真正的强强联合，太般配了。苏沐烟，动作快点儿，前面桌子还没收拾呢，客人都等着呢。知道了，老板。大企业就是不一样，结个婚都能上头条。什么大企业？江城的程氏集团啊，听说市值又翻倍了，总裁马上要办世纪婚礼了。你怎么了？中暑了？没什么。顾女士，程氏的技术确实领先，但想成为全球行业标准，恐怕还不够。史密斯先生，您有什么顾虑？根据国际新能源贸易协定的附加条款，程氏的专利存在排他性争议。如果程氏不无偿开放底层数据，我们很难同意将程氏纳入全球标准体系。史密斯先生，您引用的条款，在去年10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已经废止。废止？是的，新版协定第4章明确规定，核心底层数据属于企业绝对商业机密，不属于排天性审查范围。正如反垄断法案的最新案例，技术保护与市场开放并不冲突。程氏愿意共享应用层接口，与各位共同做大市场。但程氏的核心技术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道德绑架。顾女士，您的专业和睿智令人惊叹。谢谢您的认可，史密斯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集团？职位和薪水您可以随便开。史密斯先生，当面挖我的首席顾问不太合适吧？你怎么来了？国内的婚礼筹备不用盯着吗？
事情都安排好了，我来接我太太回家。太太，正式介绍一下，顾律师不仅是程氏的首席顾问，更是我未来的太太。程氏的版图在哪，她就在哪。程总，您有一位了不起的伴侣，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合作。程总这场婚礼简直是全球顶级的商业峰会啊！程氏现在如日中天，程总和顾律师强强联手，未来不可限量。各位贵宾，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移步观礼区入座。清河，遇见你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我承诺，无论山海沉浮，程氏的半壁江山永远有你的名字。程然，最好的爱情是势均力敌。我承诺，无论顺境逆境，我都会与你并肩作战，绝不退缩。程太太，余生请多指教。程先生，合作愉快。